在军事装备这块，装备年纪越小实力越强，年纪越大实力越差。这还是因为军事技术的发展太快了，新装备往往能用上许多老装备无法使用的新技术。只是这一点对于美国来说好像有些不适用，美军军火库中的老家伙反而一个个的比新武器还要强。就像美国的 M1A2 主战坦克一样，至今仍能保持在世界最强主战坦克的名单之中，甚至在某些性能上还超越了它的那些晚辈。这一切都归功于美军对它的持续更新。对于美国来说，能升级那绝对不会重新研发新的。B52H 服役60年仍在升级， F-16 同样也是4代机中的常青树。美国陆军航空兵中服役的 UH-60 黑鹰、CH-47支弩杆也都是些部队老人。UH-60 在1972年上马研制，并在1979年服役，至今刚好40年。CH-47支弩杆比 UH-60 稍早，1956年就开始了研制。今天火力军就来讲一讲美军最新主战坦克 M1A2 Spiv V4。火力军曾坚定不移地表示过，M1A2 艾布拉姆斯是我心目中最强主战坦克。如果非要给这个选择定一个型号来说，那一定是 Spiv V4。至于为什么不选择英国的挑战者、德国的豹2，很简单，那是因为 M1A2 Spiv V4 真的强。今天火力军重点要讲的就是本次经过 Spiv V4 版本升级后， M1A2 这个坦克变成了什么样子？为什么全世界的铁粉都呼吁直接改成 M1A3 好了？新版本的 M1A2 较之以前的版本基本上可以成为一辆新车了。为什么美国军方仍然要延续 M1A2 这个型号的统称？影片的最后，火力军来为大家揭晓答案。这款外形和实力并存的武器一直以来都是美军战斗力的代表和保证。当年 M1A2 对 T-72 的那场屠杀般的战斗，让该坦克奠定了世界第一强大坦克的名头。目前 M1A2 系列主战坦克的综合作战性能仍是世界一流水平，觉得实力不足的时候就来升级继续用。M1A2 现代化升级计划还是起源于美军在1999年开发的系统改进包，加装了大量电脑设备，包括数位化战场系统，指挥单位可以通过系统更准确掌握战场态势。这不，前2年美国陆军刚服役了 M1A2 Spiv V3 型号，这也是 M1 家族中目前最先进、最优良的坦克。而且陆军表示， M1A2 的更新并不是完全都针对当代流行的反叛乱战争设计，而是真正一款为了全方位作战而生的机器，包括了坦克的老本行装甲作战。如今美国又在 Spiv V3 的基础上继续研发更加先进的 Spiv V4 型号，并且已经投入测试，决定这2年就开始实际装备部队。之前 M1A2 Spiv V3 凭借升级魔改一举拿下2个世界第一，世界最重的现役主战坦克。在此之前，此纪录一直是英国的挑战者2 TS 以 74.84 吨所保持。而此轮魔改后的 M1A2 在加装了 ARAT 爆炸式反应装甲套件与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后，总重量一举突破到 75.8 吨。大幅度的升级也让 M1A2 Spiv V3 单台造价突破2000万美元，可以轻松买下2辆的豹2 A7， 外加赠送1辆布莱德利装甲战车。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陆军将 Spiv V3 分成了工程增量套件1以及工程增量套件2，而 ECP2 就是 Spiv V4。美军表示，这次升级可不得了，可是为 Spiv V4 装上了不少好东西，尤其是在致命性、轻量化以及防护力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基本上，这次装备的下一代观瞄设备、感测器、标定系统及数位化网络科技等，都是美国陆军为了应对新型威胁着重升级的项目。按照美军升级计划安排， M1A2 Spiv V4 在2021年投入测试，包括全新的激光测距机、车长、射手操作界面、彩色摄影机、整合式车载网络、全新滑环、先进横风感测器、弹药资料链接、激光警告接收器以及全新的多功能120毫米炮弹。尽管 M1A2 Spiv V4 型号的很多升级项目至今仍基于保密原因无法公开，但美军仍旧或多或少地透露出一些升级方向，毕竟得让国会老爷把心放肚子里。例如像射手用的观瞄设备与车长独立热像仪都将整合更先进的第3代前视红外线成像感测器，混合了中长波感测器，并能有效延长感测距离以及分辨率。这样说吧，
哪怕是晚上，射手与车长都能够在复杂地貌或人群中分辨拿着 AK 的士兵。此前 M12 SIP V1-V2 的车长屏幕也被一块轻薄的液晶屏幕所取代，同时还可以在这块屏幕上进行分屏，还可以显示更多的信息。例如 SIP V2 的上面屏幕为车长独立热像仪的视野，下面屏幕为蓝军追踪器，现在可以全部整合进这款屏幕。相较于现行的 M1A2 SIP V2 的射手操作界面，从 SIP V3 开始，不仅会在白昼镜下方设置高分辨率屏幕，主要的旋钮界面也会从前方移至侧面，让整体空间更为简洁。而第3代前视红外线成像感测器更是赋予 SIP V3 更强的能力。另外，为了提供射控系统的精准度，全新的先进横风感测器也会以更快的速度将大气资料实时整合，并传输给射控系统。尤其是在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新横风感测器能够立即分析出空气密度、相对湿度以及风速，而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手动输入复杂的大气条件。为了简化车内配线结构与组件， SIP V4 将换装全新的滑环和以太网络交换机，而且还会采用全新的线性可取代模组，汰换掉旧的，包括驾驶控制面板、射手控制面板、炮塔控制单元以及通用高分辨率屏幕。此后，后视感测器雷测侦知系统也包含在升级之中，这大幅提高了战车的态势感知能力，使其能适应更加紧凑危险的战场环境。那么 M1A2 SIP V4 拥有怎样的性能呢？这里首先需要讲一下 AMP 系统，这系统是美军秘密研发多年的一套高技术、高效率、高智能的弹药管理系统。简单的理解就是将不同功能的弹药，如用于进行人员与器材杀伤的爆破弹，用于攻击装甲目标的尾翼脱壳穿甲弹、平诱弹，甚至是用于攻击低空目标的炮射导弹等，按照一定的排列顺序放置在一个弹药仓中。在战斗中，计算机可以根据战场态势，第一时间将信息通过弹药资料数据链系统发送给车长。由车长做出弹药选择后，系统会给安置在炮栓上的装置传递信号，例如设定空爆时间、弹药爆炸方式等。同时，副炮手将弹药仓已经标注好的对应弹药取出装填，完成射击前准备，最后由炮长或车长完成射击动作。大家知道 M1A2 至今仍然使用的是人工装填的方式，这从某些方面是限制了 AMP 系统的发挥，但是火力军相信通用一定是有能力完成自动装填机的开发。至于为什么至今没有采用，答案众说纷纭，这里我们就不展开讨论了。通过本轮 AMP 系统的升级，最大的益处就是能够发挥 M829A4 弹药的所有威力。该弹药的生产商曾经宣称，这种弹药可以轻易破坏俄制 ERA 反应装甲，其穿透 ERA 装甲后还能继续打穿780毫米军制装甲的厚度。至于 AMP 系统整体搭配的弹药方面， M1A2 SIP V4 将会配备全新的120毫米新型 XM1147 先进多用途炮弹，这是一款已经开发了10多年的实验性炮弹。美军计划用这款炮弹替换目前正在使用的4种120毫米炮弹 ：M830A1 多用途反坦克炮弹、M830高爆反坦克炮弹、M1028霰弹炮弹以及 M908破障炮弹。目前美军所使用的几款120毫米炮弹都有自己独特的用途和预定目标，像 M830高爆反坦克炮弹与 M830A1 多用途反坦克炮弹主要用于攻击轻型目标。M830A1 是在1993年配发给美国陆军的一种制空反甲的双用途弹药，它能够设定成空炸引信或触碰引信，其目的在于对付具备重装甲的攻击直升机，例如俄罗斯的米24磁陆攻击直升机，但最大的缺点在于发射前需要以手动实施引信调整。M1028反人员弹则是一种专门给战车炮使用的大口径霰弹，这种2005年配发的弹药能够轻易消灭大量迫近人员或无装甲载具，例如喜欢搭乘越野车的叛乱分子。M908破障弹则是用以破坏敌人设下的阻绝物，而 XM1147 先进多用途炮弹可以一举替代这4种弹药，意味着后勤保障和作战效率的极大提升。为了强化 M1A2 主战坦克在未来战场的支援能力，
新型 XM1147 先进多用途炮弹被设计成能有效对付步兵队伍，尤其是反装甲武器小组之类的小编队。同时 XM1147 还具备破障能力，可以在建筑上开出一个足以让步兵通过的口子。更重要的是，透过全新的弹药资料链接系统，装填手不需再手动调整引信，而是能事先以电子讯号告知弹药所需的起爆模式，还可以解决坦克弹药库存快速过时的问题。近年来，坦克驾驶员面临着弹药种类不断增加的问题，因为战场上遇到的威胁种类越来越多，而坦克所携带的弹药通常是用来对付某一类型的威胁，这就导致了坦克后勤上的问题，也会正常操作上与战场安全上的问题。而现今多用途炮弹正好可以在这一点上改变战场形态，极大增强了美国陆军的作战效能，能够解决 M1A2 携带弹药种类过多的困境，还可以为坦克成员提供宝贵时间与空间。此轮的火力上的升级，让外界对 M1A2 坦克最大的认知就是该型坦克具备了一定的防御低空目标的能力。目前世界主流主战坦克面临最大的威胁就是这些低空飞行器，这包括了武装直升机、低空无人攻击机以及低空飞行时的固定翼攻击机。在此之前，坦克在面对这些低空目标时，仅能使用车载大口径机枪，聊表寸心，略胜于无。也有部分装备了少得可怜的近程防空导弹，但这种情况在 M1A2 装备 AMP 系统之后将得到大幅度的改观。此次美军 M1A2 SIP-V4 在某些升级项目上，其实是沿用了正在进行的 ECP-1 升级项目，也就是在 SIP-V3 基础上进行的升级，包括换装效能更强、防护更好的装甲辅助动力单元、车载电子系统、改良装甲材质、引擎及传动机构升级，以及28伏特的升级驱动系统。SIP-V3 型升级的内容也包括了能整合 AMP 使用的升级弹药数据链接与电站装置，例如阻止叛乱分子使用遥控起爆装置的反遥控装置。此前采用的还是以第二代蓝军追踪系统为主要架构的联合战场指挥平台。相较于第一代蓝军追踪系统，第二代的信息更新速度更快且更精确，这也使得 M1A2 主战坦克能够适应快节奏的反叛乱作战与强化机械作战的效能。在现代化战场上，由于反装甲武器的进步与战场环境的复杂性，主战坦克已经难以单靠被动装甲来保护自身，所以 SIP-V4 装甲也是此次升级的重点。于是美军与通用动力积极投入，将主动防御系统整合到 M1A2 主战坦克中，也被称为模块化主动防御系统。根据通用动力公司透露的消息，目前参与该项目的产品有以色列拉斐尔的战利品、Artis 企业的铁联、以色列军工业的铁拳，以及 UBT 莱茵金属的 ADS 等4款 APS 系统。这里面最快投入测试的，则是以色列拉斐尔的战利品主动防护系统，并且已经在以色列的多场战争中证明了实力。就连最仰赖重装甲作为防护的以色列国防军，都开始转变思路，将主动防御系统纳入载具防卫能力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目前，陆军的 M1A2 SIP-V2 使用的是90年代末期开发的第3代衰变铀装甲，于炮塔正面部位抗动能穿深达960毫米，抗化学能穿深达1620毫米，是全世界防护效能最好的装甲。但从 SIP-V3 开始， M1 将会换装防护效能更好且更重的下一代革命性装甲。这款装甲是真正为了传统作战而生的，换句话说，将会具备更优异的抗动能穿甲能力。另外 M1A2 SIP-V4 还有可能会更换主炮，有人猜测可能会配备 XM360 主炮的改型，这是一种先进的120毫米主炮，最初是作为美军未来战斗系统计划的一部分所开发的。美国陆军过去也曾考虑过用更大的火炮替换 M1A2 的120毫米主炮，包括140毫米型。根据通用动力公司公布的视频来看，两个凸起的某种传感器可能是为 SIP-V4 开发的改进的炮手和指挥官瞄准器，或者甚至是更先进的替代品。如今随着 SIP-V3 已经逐渐交付，在2017年8月获得了 3.106 亿美元修改合同的通用公司也基本完成了 SIP-V4 的开发工作，预计将在2023年开始生产 SIP-V4。
并在2025年正式部署。根据火力军了解到的消息，美军现在还想对 M1A2 最新升级型号 SIP-V3、SIP-V4 进行重新命名，分别为 M1A2C 与 M1A2D， 这是为了更加简单明确地传达其升级型号，以便强调其升级的重要性与区别。此前 M1A2 主战坦克的改进型号是采用 SIP 来区分的。美军之所以继续沿用 M1A2 的型号，这是因为美国国会对军方的拨款限制很严格，美军在坦克项目上不敢申请全新的型号，因为国会为了节省经费，不允许研发新的型号，所以美国陆军只能在 M1A2 坦克的基础上不断升级，这样比较容易从国会获得资金。但是实际上，改进后的 M1A2 性能增强的幅度之大，足以用一款新型号来代替。这也是为什么有些铁粉表示 SIP-V3、V4 已经可以被称为 M1A3 了。而这次之所以选择改名，是因为美国众院军委会觉得现在使用的名字太过复杂了，没办法清晰地表达出有重要能力升级的意思，所以在之前的审议预算中才会要求美军进行调整。对于拨款金主的要求，美军当然选择非常配合，并马上确定了 M1A2C 与 M1A2D 的新名称。如今 M1A2C、M1A2D 基本已经达到这个型号的最终水平了，所以美军那边也有相应的下一代计划，也就是 MPF 轻型坦克，据说也有可能继续发展出 M1A3 型号，虽然尚未定型，但目前已知较之前的改良型有较大幅度的升级，改进重点为换装伯奈特开发的 XM291 电热化学炮。此炮的口径为120毫米，长度55倍径，比现有的 M256A1 滑膛炮增加射程、精度及穿透力。除可发射新型增程炮弹，也可发射以色列的 LAHAT 炮射导弹，还有可能采用伯奈特开发的 XM91 自动装弹机。炮塔弹仓可容纳17枚120毫米炮弹，采用输送带方式进弹。增加雷神公司开发的 Quick Kill 主动防护系统。原理类似军舰的垂直发射系统，由气体产生器先将弹药射出，弹药的推进火箭再于空中点火，不但能减轻发射时所承受的应力，也可避免车辆受发射火焰所影响。该系统安装在炮塔左右两侧，便能提供全周防护，也能拦截如标枪导弹之类的攻顶武器攻击，但对来自车顶上方的攻击仍然有拦截死角。将采用模组化装甲，在拆除部分装甲下，将战斗重量减为55吨，车辆推重比提升至每吨27匹，可减少运输机的空运负担及配合快速部署。如面对高威胁情况，可加装非爆式反应装甲，总重量将增至约66吨。至于其中的具体情况，还需要等到美军主动公开以后，火力军才能为大家具体讲解。至于 M1A3 能不能面世，其实火力军心里还是有一个大大的问号的，你们觉得呢？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